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炮弹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浪漫自有归途，天猫陪你奔赴。本节目由你的心动好物推荐官天猫赞助播出。冰山出去过，哎呀，心动啊，就是心动了，就是喜欢，眼里有他。这个其实才是我准备的生日礼物，戳到了周哥的心巴上。周哥不行了，我会觉得我可以明确我的心意是心动。哎呦，明确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来啦！天哪，丹琪就在这看着他坐在他们对面。对呀，这个好吃，这个好好吃。豆腐我不吃，稍微我不吃豆腐。哦，你之前说你不喝豆腐，维度面豆制品我都不吃。好尴尬。哎呀，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否达到了真的很心动的状态。就是我的过去，我的以前的事情，你通通的怎么知道？不是平衡的这种进展关系，他给我一定帮助。我走了，拜拜。天哪！完了。根源重塑发型蛋白，3天持久弹韧亮。本节目由潘婷胜肽炮弹洗护冠名播出，启富 HMO 全球前沿 HMO 科技衔接母源自护理。本节目由启富 HMO 赞助播出。欢迎大家！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5季。各位好，我是纯叶，我们要欢迎观察室所有的小伙伴们，让我们欢迎沈一菲老师，大家好；欢迎依林妹妹，欢迎之光哥哥，大家好，我是之光哥。还有继续陪伴我们的智胜， Hello， 大家好，我是智胜。还有雨桐妹妹，大家好，我是梦雨桐梦梦。上一期的节目，我们看到的是开启了我们一个半熟的新环节，叫做真心叩问，然后还有海岛的中选。按下选择键的嘉宾们呢，邀请对方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档案，直面最真实的过往和规划。现在大家快速的回忆一下，第一刻想起来的最有印象的画面是哪一个？轩轩跟那个小文他们那个之间的一个纠葛，还是比较让人替他们揪心的。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地方。我是BK 和 TT， 整个都特别顺利。他们甜甜的烟花吻，我们的第一对情侣。哦，对，这个是。我就想到了离开的这银，那个离开也很潇洒，非常帅。时隔多日呢，我们的小屋再次开启了人生档案的环节，他们将走进彼此真实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我们将看到就是心动、现实的猛烈碰撞。一起来看本期的正片，来吧。你怎么会有这么感人的情节？是我罪有应得。明天还有注册风云，全完了，不好意思，飞蛾扑火，错过了，只能说我们俩的缘分还没到。今天的约会会导致故事的走向。现在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扑朔迷离啊！还要再拍啊？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这次应该是上次没有拍的要拍。哦，是这样子的吗？其实有很多人没拍。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玩的就是心跳。哦哟，我可以看到他们按灯哎。你今天要按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按还是不按？因为我知道你海南没按。哦，他为什么犹豫？哎，又开始吹小文还在吹了。应该是只有忧郁的人会想吹小号吧？他为什么要犹豫？我猜他在想到底要不要。就算。下1楼，出门前往中庭平台。我很好奇卓然会怎么选。他拍完了对吧？他拍了。他拍了。到鲫鱼啦。嗯。他拍了。
灯是亮的。帅了。紧张的心，激动的心情。下一个是谁呀？哎呀，柳柳。找我老板，这怎么都在看着？他这个表情怎么？是没拍吗？有点慌，不要紧张。Oh my god！ 实时观看。我要不然还是别看了。要不你闭上眼睛等我通知。他想看又不敢看。挠头是什么意思？他如果现在还在犹豫，那就不要了。没拍。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了，他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也很正常。现在是他，我好紧张哦。他是没拍吗？又没拍。啊，氮气哭了，而且还在下雨天，我天哪！对啊。你别这样，真的很会搞这些大起大落，让我们的心情起起伏伏。我被你们这种混剪折磨的已经够呛了，真的是，真的整不明白了已经。整不明白，放这么燃的音乐，你要不给我来点什么猛料，我跟你说我是不能接受的。齐辉，哎，走吧。咱俩去干啥？轻装上阵。哎，你这也太轻装了。我们的衣服搭吗？挺搭的吧？挺搭。我已经好久没回家了。开心吗？开心。你觉得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地方这个事儿？哦，异地恋。不然，先去体验一下厦门，我也去体验一下长沙，怎么样？可以啊。去厦门感受一下你的日常。可以啊。哦，对，去厦门。他们去厦门。到机场啦 ！Go， 出发了。我们是在柜台 B 吗 B， 那在那边吧。可以感受一下厦门这个城市，感受一下我们的生活。厦门可美了。厦门很容易让人家有恋爱的感觉。对。到厦门，欢迎来到厦门。又回到了夏天，采访一下你此刻的心情。真不错。来到了他的家乡，为什么你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哎呀，哦，配了。猜一猜我们一会儿先去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你跟我说了的你家吧？真的去他家？这一次来厦门属于是一个邻里镇探索之旅。哇！邻里镇探索之旅。你验牌的过程，我要烟牌啊！我要烟牌。感觉这个城市好安静啊。我是21年的7月份来的。那很热。厦门，但是厦门的热不是那种闷热，它还会有点风，但是温度也挺高的。但是厦门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路上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不像北京。对，它的秋天就会有那个落叶，对，而且金色的，对，然后北京也会有下雪，有，对，但是今年的雪我都没赶上。我去哪个城市不下雪。你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温度。哎呦，这个很戳哎，这个真的很戳。这边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公园叫园博苑，玩啥的？公园。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咖啡馆啊，然后灯会，休闲的就是。对，遛弯的。健身房就在这，然后有时候就是1-2公里的话，我就会骑小电驴，很惬意。公司远吗？不远，也在这个区。这条街我经常下来买，有个黑猪肉包，然后跟卤料特别好吃。然后这边就是一条商业街。这就到你家了是吧？对，就基本都有。
这边私家车位下地库要报备一下。干嘛的？回家，带老婆孩子回家。哎呀，这才对嘛！他好会哦。哎，那个是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就很想翻脸。对对对，但是这个很戳。太戳了，好戳我。回家，带老婆孩子回家。慧慧开心的笑了，好开心。谢谢，这个办事真的很严谨，这样就保证你们小区居民的安全。我看看李正他的家，要不要穿这双鞋？灰色的。这个吗？对，格子的。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来看看。哇，很整齐。过来。哇，小猫咪，小喵咪，可爱的小喵咪。你的小猫叫什么？雪糕。雪糕。很温馨，也很干净。家里有很可爱的玩偶，还有一只猫咪，感觉他是一个还蛮热爱生活的人。这个我在卢浮宫有看到。对，我买了。所以你去每个地方也会收集冰箱？对，我就是会收集冰箱贴的。我感觉李正的家让我很意外，他有很多很可爱的那种温馨的东西。对。哇，帅。对，帅。你这个人一点不谦虚。马上好了。记录一下。哇，还会烹饪。这就是居家的场景，很温馨。你在煮什么？现在？白灼排骨。啊，排骨。对，我平时吃很简单。这就是人夫感吗？摆了一个那么酷的表情。哎呦，这就是女友视角吗？简简单单就是一顿。你知道吗？就是你来家里之前，家里就只有一双筷子。我之前都是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碗。啊，这个话说的。你来之后多了一双筷子。很健康。哎，你平常上班会做饭吗？在食堂？不做，一般不做，就是出去吃或买。那你多久做一次饭？一周一次。一周一次。要不然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烫个青菜这样子。吃的真的很健康，真的就是烫青菜和烫排骨。就是这样，喵。刚刚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这是虽然外表长得比较冷酷，但内心其实很可爱。自己说自己可爱。对。这个人怎么这样？又说自己可爱，又说自己帅。就是这样，喵。吃饱了。吃饱了。就是这样。那我们全是猫，就是这样，喵。这是个什么设计啊？好可爱啊！就是这样，喵。就是这样，喵。就是这样，喵。邻里镇，它的更多面就被挖掘出来了。对。去买点厦门小吃尝尝喵。这条街就很老了，这条街其实就是很老城区，然后它以前因为它坐落在大学城附近。集美大学。对。集美门。集美门。集美门。我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就是在这边，然后3瓶酒吐了一整个肯德基。好。肯德基还在，他不在了。这条街最出名的就是它那个麻糍，就很多人打卡，而且它是一家很老的店。那个好吃吗？你的招牌是好吃的。好吃的那就行。阿姨来就是这个生的肉燕扁食。经常来这边买这个肉燕吃，它这里面可以煮超级多个。你爱吃饼吗？什么饼？这个叫印度饼。不用，我们长沙也有。是吗？好像是有个车要过来，但那个车离他们有8米远。走人行车道，走那个人行道。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我的学校看一下。好啊，下次一定。下次真的一定。真的一定。好。真的不开玩笑啊。
出来，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们现在是去哪？带你去见一个我的哥哥，是我很好的朋友。见朋友了，对，也是一种考察的方式。紧张吗？有点紧张的心颤抖了手。但是还是没有那天进小屋紧张，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第一次来小屋的时候是，你进小屋的时候是第几天？不知道第2、3、4，第4天。对，第4天。那他们已经还比较熟了。对，他们有玩那个什么咬耳朵游戏，就坐在右边的人要咬对方的耳朵，然后不信谣不传谣，直接咬。好像是我没有。你玩了吗？我没玩，他们是一开始的玩。我感觉我们后面玩的游戏都很正常，没怎么玩。其实我感觉咱们后面就很巧，咱们2个一队，就每次都一队。对，差一点就赢了，我的战略失误了。但是呢，拔河他们优势也。但是啊，如果我们队赢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队如果赢了，是吧？是不是？哎，来了吗 ？Hello， 好久不见啊！来，先击个拳。Hello。这是介绍一下，这是西慧啊，西慧你好。Hello。对，然后他是主持人，请坐。谢谢。然后他是一名很出色的交易员，我的引路人。没有，我们互相切磋而已，对吧？但他对你的评价很高，前面几天就有听说了。对。你别这样，我害羞的。没事儿。那你是哪里人呢？我是山西人，太原，我待在长沙。所以他现在人都在长沙是吗？嗯，在长沙。哦。长沙、杭州，然后跟北京。那你平时会飞来飞去吗？到处飞。跟我一样。哦，那难怪你们有共通点嘛，所以也会相互吸引。哎呀，助攻。他其实性格比较外向。我今天比较内敛。今天我刚去小屋，是不是很外向？对，就是刚认识他的性格就很吸引我，但是我们坐得很远。然后当我们沟通完之后，发现就是我们俩都比较直球，然后沟通没有压力。哦，那我懂了，就你们其实就是正负极的关系。就一开始如果离得很远的话，那个磁场会非常非常的弱，但是只要一旦靠近了，互相交流了，那个吸引力就会越来越强烈。对吧？差不多就这种感觉。我感觉描述的好准啊，绝了！谢谢。大哥升华了，上总结了。我觉得我对他这个人的心动值是已经够了，但是我不想纯谈恋爱，我定的是结婚生子。哦，已经聊到生小孩这一块了。是我能聊的吗？是我该听的吗？对，你们要生小孩找我来干什么呢？没有，就是先了解一下嘛，先确定目标一致，再去相处会比较好。对，确实。所以他平常临真起问。临真起问。所以他平常是，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一想怎么形容啊。兄弟想得出好的话吗？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哇塞！小卓然就像一匹奔驰的马，比较自由的吧。追求自由？也不是追求自由，他有很明确的目标。少年心气比较重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他吸引你的点。但是他说过，我们一开始都不是对方的首选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啊，因为人的第一感官往往都不是正确的嘛，反而是你们交流之后，互相的内在吸引了对方。对吧？确实。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更好啊。但是就是我和他在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所有说的一些点都是我要的点，太过符合了，所以你反而更不容易相信。对。那只能说你们磁场对了。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
吃点大家，吃点，喝点，只有我在吃，喝点小饮料。偷瞄看一眼，偷瞄看一眼，我说的对吗？那2句诗我背了一晚上。好会说话呀，不愧是干大事的人。就想问什么问什么，毕竟他最好的兄弟就在这里。对。那他以前呢谈的恋爱？完了吧，问前女友了。你有见过？说呗。没，可以说啊。哎呀，擦汗了。2个我都认识。2个都认识。那第一段谈的比较早，双方都会比较没有安全感一点嘛，所以矛盾也会比较多嘛。对。第2段呢？第2段其实就是比较现实的因素。什么现实因素？因为现实分手的。对，因为女方她是想要在国外发展的，然后她是想要回国嘛。是，因为现实2个人未来的步调的大基调和步伐不太一致。就如果连见都见不到的话，那怎么继续嘛？对，是的。对呀，那他们也会存在这个异地问题啊。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就后面怎么相处，就是异地。1个月见几次？一次见多久？问到节骨眼上了。我是不是太现实了？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落地的问题。对，我觉得是好事啊。异地，并且我没有谈过异地。你没有谈过异地？哎呀，好难哦，压力太大了。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太热了，因为谢谢。你好，空调可以开低一点吗？他是压力大了。对。我整个人又陷入了迷茫和沉思的阶段。我也不希望希会为了我舍弃什么，但是我还是想说，在慢慢了解的时候，一起去解决问题。那时间不早了吧？那就先这样吧。我带他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你到家跟我说。路上注意安全哦。好。来长沙玩。那一定。好的。还挺安静的。感觉有点不开心，会吗？不是不开心，有点复杂。理解。复杂。可以走慢点，怕你累的。不会挤脚吧？不会。磨脚？不会。这个海，感觉和三亚的海真不一样。对。感觉它很安静，三亚的海是有浪的。2个人心境也不一样的。三亚是快速拉近的，厦门就回归落地了。这儿。对，坐着歇会儿。保持仪态。感觉这个城市好安静啊。长沙不安静吗？长沙的烟火气很重。没怎么去过。可以来感受一下。他们真正想聊的问题，大家一直没说透，就本能的回避了。所以你有什么想要了解我的？没有什么目前没有什么疑虑。可能唯一的疑虑就是距离的问题，就我会意识到，可能厦门还是我的家，可能我的根在这边，我会事业上
往外面冲一冲，但我可能大概率还是会选择留在这边。他就不想改变自己的城市了。完了。我发现我一进入感情里面，就会变得不像自己，就是会变得患得患失，变得很内耗，很想很多。可是我现在没变的，就是我还是会把一颗完整的心拿出来。你害怕受伤吗？怎么样才会不会受伤？感情很容易受伤，但是勇敢只会勇敢就是会不留遗憾。对，他收获的只有好事，没有坏事。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不觉得吗？还是要足够欣赏自己，拉满你的配得感。你永远是那个最值得的，对吧？一会儿，你平常一会儿会干嘛？随便的兜一兜，把音乐开到最大，然后就啥也不用想，然后就回家。这女生很诚恳的看对方。是的。那我们也吃饱了，也吃不下任何东西。全完了。为啥？全部完蛋。为什么？我说我。为什么？为什么完蛋？他沦陷了，是这个意思还是啥意思？啥意思？怎么就完蛋了？全完了。啊？没懂。怎么？今天不挺顺利的吗？我说我完了。为啥？我没说这个行程完蛋。哦，为啥？不说不出口。为啥？我就看着他的侧脸，当时就觉得好喜欢他。这不是全完了吗？这不是他喜欢他，他知道有异地，但是他觉得他很喜欢他，他沦陷。对。他看了半天不说话，然后最后说完了。哇，这个好戳人啊！太帅了，这个真的太打动人了，太打动人。然后改到飞哥迷倒。无语，我回家了，我飞机到了，我赶快。我飞机到了，我马上走。有人怎么自己说呢？有人，爱就是会打破一些东西。对呀，他原来那么在意，结果他说他在厦门，他说但我完蛋了。对，我听到这么残酷的答案，但我还是喜欢。对，我没办法，我还是要喜欢你。哦，对了，飞蛾扑火啊！飞蛾扑火了。飞蛾看出来我烧起来了。他扑向了，哥是一团永不灭的火焰。哎呀，慧慧这个眼神真的是，喜欢是藏不住的。在厦门就是有了解更多，他的生活环境，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朋友都了解到了，还有他的一只小猫咪。我感觉来厦门之后哈，就是看到了你另一面。对。来厦门之后看到的就是你上班。对。上班了。我也希望出了小屋之后的相处，能够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这是我美好的希望，我也希望能够实现。
Hello， 回到厦门，感受就是可能平时都是自己独来独往，这次有个人跟我一起回去，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们聊了现实和异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这爱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今天有那是真是。那个是啊，睡觉了。夜空中最亮。刚好在我们视线的最前方。我觉得散步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儿。想带你在这个城市多走走，希望你能喜欢上这个城市。爱上了，爱上了。而且他走进了他真实的生活里，不是在一个很乌托邦的环境中。这段真的很好看。对，看得人心暖暖的。完了！原来完了可以这么玩的啊！完了这个词原来会有这种效果。对，爱就是理性中的那一丝感性。刚刚林李正他说了一个现实的东西是他特别在意的，那一刻的心动跟那个现实碰撞的时候，他至少在那一刻他是倾向心动的，对不对？对，爱就是秩序外的那一秒。真的。大家心动碰上了现实的时候，你会怎么？让我一次死了，不淋漓尽致不痛快。那我说真的，我是会考虑现实问题的。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刚刚也说，就是如果孩子问题啊、结婚的问题啊，那比如说不尊重到彼此的职业或者爱好、喜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大方向对，所以再喜欢我都会能够克制住。我觉得就是你就是个加减分的过程嘛，就是你心动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嘛，但是如果说现实处理不好，会削弱掉你俩彼此吸引的点。不是说现实有多难，而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的那种缺点和不足暴露出来。所以说你一定不是被现实打败的。现实不是考验我们大家爱情的一个考量，而是现实中到底有把我们现实中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对这个现实，大家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行动？沈老师觉得呢？其实我觉得在这种现实和心动的里面，假设你有冲突，本质上是一个价值排序，就你会觉得到底是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还是现实里的这些现实的利益比较重要？我们会比较推荐的一种方法叫最大损害的决策方法。大家不要去决策说哪个更好，你要比的是那个最差的那个代价，你哪个能承受？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你的决策会让你的后悔没有那么的严重，因为每个决策都是后悔的，你只是在问自己后悔的程度哪个会更低一点。是。我觉得他们刚刚很可爱的是，他们很同频，但同时还是发生了一些生活上的改变，比如说那个筷子，但现在来了，你就开始要布置2双筷子，要有生活的仪式。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了喜欢的人在身边之后，生活上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我在跟我女朋友认识之前很粗糙，你知道我当时毕业之后，我搬到家里，我用的那个是我研究生时候的那一套被子、被单和那个垫子，都黄了吧都。我也洗的，我没那么粗糙，没那么粗糙。然后，但是你有女朋友之后，你就会想着就弄一块舒服一点，对，舒服一点的，或者是大一点的那个，然后就会改变很多。默默来聊个干净的。就除了这种生活习惯上的，我觉得恋爱之后我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点是在于我心理状态上。比如说我在外面打拼工作、打拼事业，我就会觉得有人做好了饭在家里等我，我就会觉得我有了工作这种动力啊，我就会觉得我一天是很幸福的，我就会有这种心理状态上的变化，就让我充满干劲儿。结果发现每次留一盏灯、做一碗面的是妈妈。就是肯定会发生一些很美好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一定是让你们2个人都觉得很甜蜜和很幸福的。对对对。刚刚林李正是在一回厦门的时候带着自己喜欢的人见朋友，这个也要看那个朋友得不得体。我觉得还好啊。对对对，经常有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在你面前，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表演的，你去看看他那些好朋友，因为他那些好朋友不会表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所以如果他的朋友都很靠谱，然后那些靠谱的朋友也很信任他，那基本上他也是个比较靠谱的人。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带朋友吗？
哦，我都超快的，而且我不只是朋友，我希望我的朋友、家人、爱人全部都在一起。哦，那问一个传说，就是因为你跟那个碧婷很好，他当时在跟那个向佐刚认识的时候，他告诉你了吗？我是跟着全网一起知道的啊。我觉得他是不是怕我看上下，帮着我？可能碧婷老师是害怕向佐相中你，确实是有那个机会，有交互地方，就是这样，塑料姐妹花。我好喜欢107的这种状态啊，这个换了刘海，整个人都不一样，配得感非常高，配得感整个拉满。接下来我们也将看到的是其他几组的嘉宾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况，一起来看。明天出去不？完成一个遗憾，赏个面子。还是会把柳柳一直排在第一位吧。我愿意向他迈出99步。可能第一眼就是看到谁就是谁了。你是会很果断的，就是离场的人吗？本来我以为是的，但好像没有很果断。要不我抱着你走？就是没有想到说还有机会可以了解你。今天出来有聊开一些心结吗？我觉得出来了就已经没有什么心结了。那个时候我还心跳得很快。我会觉得我可以明确我的心意是心动。啥？幼玲来接他了吗？不会带了花来接他吧？霸总来了，霸总说：“我等这一刻得等很久了。”好帅呀！但是接下班是蛮开心的，真的就是很开心。没有人不喜欢被接下班。Hello。原来是你呀！对。你在接我下班吗？对啊。因为可能之前都是在小屋里吧，正好也想看一下他平时工作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也给他一个惊喜嘛。我还买了花，哎呦，霸总的偏爱，我真的谢谢。呀，所以是这儿吗？啊！约这家，然后他们没约上，然后约了另一家，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这家，我觉得这家更好一点。然后我自己今天找朋友。你就不要管，随便点，因为这个包厢是有低消，而且我们是肯定吃不到的，所以要多点一点。来吧，酱蟹你肯定要点。你写一个，你要看这么久，好久没有写字了。让那个卓然教育一下你吧。雪菜牛肉千张包，他说一定要让我点。我想吃。你吃臭鳜鱼吗？那就梅头吧，两梅头。
我之前还挺喜欢点大白鲳的，那就大白鲳，咸蛋黄丝瓜或者酱烧丝瓜，你想吃哪个？我都想吃，我前面3个都想吃，无法收白菜我也想吃。我吃猪，那就点烧白菜和丝瓜，咸蛋黄丝瓜。好。3文鱼炒饭，我刚刚怎么没有看到？第一个就是这个啊？真的吗？嗯，第一个就是这个。啊，但不是，它是泡椒三文鱼煮拌饭。这是拌饭吗？1到2人份。够啦。不是，我那个。你忙完了吗？这会儿？我也没啥忙不忙完的。就是也可以晚一点再回。那是热的。你要干嘛？给我倒那么大一碗。干杯。好喝的。我就喜欢喝这个。来吧。是清热肥甘，出神加油！我嘴角忍不住一直上扬。开吃吧。开吃，我实在不吃。是鹅肝吗？这个就是吃那个有一点点冻的那个口感。冰淇淋口感，好好吃。对，就是那种冰淇淋。好好吃。我觉得在吃上面，合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是的。太美妙了。谢谢。超级好吃。牛的。我觉得它比那种川菜店做的都要好吃。是的。好吃吗？吃都不说话了。说不了话。但我 get 到你是不管什么肉都会喜欢吃五花的那种，就牛肉也好，猪肉也好。对，牛肉也要那种肥瘦相间。哇，而且我感觉我们点了我们2个能吃完。我感觉是进来以后至今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一种。是的，最符合我近期想吃的 No.1。怎么啦？吃饱喝足了，开始谈恋爱了。啊，我已经红了。一点都看不出来。你真的眼睛有问题。你开那个姿态，你看不出来我是红的吗？我的脖子红了。别拍我丑，别拍我丑照。你为什么永远这么呆？我看看，很红啊！天哪，你看这个时候不红，不行了，我们得走了。我现在已经晕了，不行了。回去1个小时。等一下，我先去买单。对。打包。好。猜客厅有几个人？猜0个。那我猜3个。Hello。你们在干嘛呢？我们刚回来。啊？你们也刚回来？刚到家1分钟。弟弟，吃饭了吗？没呢。我带了，我给你有好多吃的。好呀，一起吃。宝宝，我特地给你带了那个潮汕的粿条，还有那个牛肉丸。我上去放点东西。我也上去。马上回来。Oh my god！ 哦，你今天早上你那个下楼像地震一样，咚咚咚咚咚，像一个
大笑。就很响很响，我在睡觉嘛，你走的时候，巨响。晚餐买的俩人。Oh my god！ 要聊聊吗？这俩人，我真的不敢看。他戴着手链。是什么东西啊？我在看动画片。怎么脸红红的？我红吗？可能是个光的原因。看啥呢？我在看的动画片。哎呦，好了，我好啊，这么快？他们在一块儿很尴尬啊。他当时在直播聊什么？瞎聊。那你有跟他打招呼吗？然后他看我就是他知道是我，他当时表情突然这样。但气抱着弟弟。六零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其实海南回来跟柳柳第一天出去玩，其实就想找丹琪了，跟丹琪聊一下了，对，但是好像一直没碰到他，没机会。想让他了解一下我现在的心理想法，就是所以也不想拖着他，或者是浪费他的时间。丹琪，要找他聊聊了。吃瓜的两个人。就是好像请讲。没啥，就是前天跟六六出去回来，好像没跟你聊过。昨天你好像也出去了，今天我看找你，你也出去了。回公司上班了。你有找过我啊？对啊，我问他们你走了没有，他们说走了。这两天公司确实事情比较多。你坐吧，站着老高的。站着吧。麦给你，说。我不敢听。也没啥。哎，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出去回来，感觉蛮好的。那就相信你的选择就好了呀。其实我觉得很多话不用说，我也都懂的。但其实这么聪明，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在幼玲选择跟我说，他说他要跟柳柳约会的时候，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他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那玩得开心点。结合这两天我看到的事情，其实我能感觉出柳柳对幼玲的感情，以及幼玲其实她心里面可能也会更倾向柳柳多一些吧。
哦，吃饭了吗？没呢。我带了，我给你有好多好多吃的。好呀，一起吃。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见柳柳在敲幼玲的门，很明显了。其实这2天我也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在一起玩的比较开心。然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我是需要一个比我更笃定的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我觉得我们做任何选择都无愧于心就好了。就是你当下你享受当下，你当下你喜悦，你当下你享受，那是你生命的状态。你想要的，那你就去追逐。有一种爱是手放开。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就像我那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一样。我希望你开心、幸福、自由。给你来点眉粉丝啊？不会把我弄成个妖怪吧？好像确实这个颜色不妙。对幼玲肯定是有过心动跟好感的。你的车子比我快，你这是碰碰车啊！再来一遍。笑什么？你屁股坐上去。就是我觉得跟他牵手是一件很温暖、很亲切的事情。我很愿意跟他有肢体接触和相处，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可爱。这么抽象。然后我也愿意逗逗他，我也愿意跟他一起聊天、一起玩。感觉在用心。好像每次看电影我都会犯困，你在的时候会很开心、很放松。如果说我最后没有跟幼玲走在一起，是有一点点小遗憾的，但是这个小遗憾也只是小小的遗憾。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有勇敢跟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的。Hello。打羽毛球吗？一组吧。简单的分一下。咦？一会儿你跟我比一局。你要暖宝宝吗，幼玲？出去玩吗？明天？截止目前，心动值最高的是哪位？只有0。哦。我觉得我呈现的每一面都是真实的自我，或智慧的，或幼稚的，或傻傻的、呆呆的，我在这里都尽情释放了。不留遗憾了。对。确实在海南的时候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美好的时光，但是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眼泪，我觉得它是很复杂的情绪，就像我那天画的那个海，夜晚的海一样，它是五彩斑斓的，但它是黑色的，它是吞噬的，它是内敛的，很复杂，我说不明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当下的自己。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当下。但其实很大气的，本身就主体性很强。对。今天怎么样？睡得还可以吗？一般。那咱们出去聊聊，吹吹风。人如天上的明月，填滿我的空虛。在漫月，我有梦里。你觉得你这些天快乐吗？我觉得我整体下来还是挺开心的。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的每一种相遇吧和遇见都有它的道理，都应该珍惜每一段关系。他俩应该就是朋友了。
你有想过你的未来伴侣会是什么样的人吗？就是我觉得是说，不管我们未来遇到什么样的人，都可能会觉得说，你最想要的那一面，然后呢，你能够抓得住。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抓得住我们自己最想要的那一面，而且那一面足够满足，足够尽兴，不能不尽兴，人生不能不尽兴，人生这辈子一定要尽兴，畅快、潇洒、恣意。他在咀嚼这种伤感，是的，但是这样的他都在成长。对。抬头看天看树，低头看草，闻闻泥土的味道，还有虫鸣鸟叫的声音，树叶沙沙的声音。其实都好久没有静下心来听过这种婆娑的声音了。喝喝茶，微风吹一吹，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坐一坐。其实人生也没有天花板，哪里都没有天花板，只有最终是自己局限了自己。觉得自己平时还挺潇洒、可爱、欢快的一个人，一旦进入到感情当中，就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然后谨小慎微，然后又小肚鸡肠，对现实失控，对自己的认知的失控，对一些不可预料发生事情的失控。又变得窝窝戳戳的一个人。其实你想，这就是爱情啊！爱情本来就没有那么伟大，是吗？所以那些感受都是对的，是对的，因为有了这些感受，那才是证明你在乎这个人。情爱中无知者呀！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相处那么的风平浪静，没有波澜，那也会觉得这段感情可能是不是缺少了一点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交给两个人相处的现状嘛，我觉得两个人想不想在一起，有的时候你的身体比你的大脑优先感知得到。没错。珍惜跟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我觉得走出小屋之后，你呀我呀，我们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剩下的很多东西，我觉得跟每个小屋里面的人，可能大家都会。或多或少的跟这个更亲近，跟那个多，就很正常，就交给生活，交给自己。轻松愉快的相处，我觉得是所有人际关系的第一要义。是的，感情它其实不是抽象，它其实是在很多具象的时刻感知慢慢积累出来。是，爱情其实不是一件这么伟大的事情。它其实是把小我里的那些自私，小我里的那些各种情绪。对，会激发出来。是的，不能只用超我活着。对，那就太辛苦了。那就太辛苦了。对，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有这些小我，这些俗世的情绪、不良的情绪，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伴侣，当你产生这些东西之后，双方是会帮你去代谢掉这些东西。情爱中无智者啊，很喜欢这句话。两个智者在对谈的。最后一段还挺治愈的，很治愈。我觉得爱情会激发你对一个人的占有欲，你对一个人的窥探欲也好，那你也是比较美好的一面啊。你不管你担心你今天你觉得说这件事情让你觉得不合适也好，或者怎么样，其实也都是教会你成长。而且我感觉的就是你敢于去展现在所谓的这种人性中的阴暗面给对方，也证明你们的关系到了一定的浓度和深水区了。对，不然的话，你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这种关系里面，那个反而我觉得不是利于一个很深度的关系长期发展的。对，那齐克·祖宾说，其实爱情特别能激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一种叫帮助他人的情感，你的利他性会特别的强。另一面叫排他的占有性，就你想把这东西就变成自己的，不想跟别人共享。你爱的越深，这两个点就会这个激励就更激烈，程度更高。它真的就是爱情里面不可分的两面。我觉得大家都是最普通的人，对对对，就没有必要去脱离柴米油盐酱醋茶，硬要去追寻这宇宙中的星星啊，满足自己的需求，尊重他人的需求就够了。大家有在记忆中就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觉得那一刻自己好勇敢，为了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努力去奔跑的一个经历吗？
哎，我又聊起来脱口秀了。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脱口秀嘛，但我那时候上学，所以基本没钱。我那时候就报名他们那个志愿者啊，我填了那个报名信息之后，我发现1星期了还没拉我进那个志愿者群。我说我也没想当演员，当个志愿者还给我淘汰了。但那个时候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就你太想去看了，我就找他们那个志愿者，就是那个公众号，然后就找到他们公司里有那个邮箱，我又给他们公司里邮箱里发了一封邮件，说我是什么什么在哪读研究生，然后我很喜欢脱口秀，我说也很希望能去现场做志愿者。哎，你说最后一句话，我说如果我还是没能当选志愿者，我还是会在昌平沙河县的北京科技大学的204宿舍里默默祝福脱口秀越来越好。真的啊？真的，太为敬啊！然后给我回了邮件，说当时应该拉群的时候应该忘记拉你了。也正是因为那一次，我去当了志愿者，去演出的阵容是周奇墨、小鹿、石老板、毛书记、六兽，好多上节目的人当时都在那一场，都在那个当志愿者，都在，他们都是演员，所以那一次原来脱口秀的起点志愿者，大家看见没啊？如果以后啊想要去当脱口秀演员，首先得去当志愿者。对，都当过志愿者，广志、呼兰哥，这些都是搬过板凳去给大家摆板凳，然后检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从志愿者，没人会花钱去看脱口秀的。票都不想花，还祝脱口秀越来越好嘞。勇敢的朝那个核心的那个不断的靠近。对，老有意思了。那个光光呢？我勇敢的事情，我觉得我的勇敢是来源于无知，当时是我从小都是学舞蹈嘛，然后学舞蹈以后的规划可能也就是做舞蹈演员或者做舞蹈老师之类的。然后那一届桃李杯我还被选上了，我的剧目表演啊，各种表演都已经编排好了。就是突然，有一个节目就选中了我，然后我去长沙面试的时候还都过了，去了北京总复试，然后也都过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面临了一份合约。就是你不签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节目。但是我签署意味着我就放弃了我那边的舞蹈，我就放弃了我本身的桃李杯。然后我父亲是不同意，但我母亲她一直都是敢打敢拼敢想敢做。我是无知，我妈也是无知，我爸有知，但我爸拗不过我们俩，然后就签署了这份合约，然后就到现在。哇，那也挺好的，改变了我的一生，算是。梦梦呢？我感觉我在感情里面也是属于比较勇敢的人，就是我会主动的去追求对方，然后去热烈的追爱。我会在恋爱阶段给对方去主动制造一些惊喜，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主动付出，让别人感觉到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勇敢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对自己的认可程度很高。回过来看的时候，包括你看那个短片当中的丹琪，其实他的这个行为也是非常勇敢。他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尊重自己感受。对，其实我可能跟你感觉会有点不同。一方面我觉得丹琪真的做得很棒，他能清醒地认识到处境，能快速地来做决策，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把这个能不能得到别人的爱，会跟自我的价值完全切割开来。但有的时候我也会说，我们做好女孩可不可以不要那么体贴？丹琪其实是痛的。对，可是他连周幼玲让他有点内疚感的那个解释都没让他说出来，对，是他替他说出来了。他说你不用说那么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特别的好，为他人体贴，很多时候不见得是能够拿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是的，有的时候也要稍微有一点点锋芒，我觉得是可以去表达的。我觉得就是尊重自己的感受，一方面就是你喜欢他的时候你要去表达，但同时如果他让你不舒服了，你也要去做表达。对，